早安，我们要出门，今天比较晚，今天就10点才出门，对呀，让大家休息一下。我们今天要去最经典的威尼斯跳岛行程，然后运气非常好，因为是好天气，然后又比较凉爽一点点，不像昨天那么晒。可是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我们在阴影的关系，等下应该也是晒爆。不过今天真的有点云啊，昨天是完全没有云的状态。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次选择的住宿离车站很近，这件事情真的很方便。因为其实如果你要跳蚤的话，你基本上就是要到车站那边去搭车是比较保险，它是第一站，就一定会有位置。然后我们今天会去买一日券，因为它一日券的话，我们今天跳蚤会至少做3趟来说的话是比较划算的。今天已经完全可以不用看手机的走向车站了，超厉害。只限于车站。去买一日券的票，YOTT、Waterfall Service、Daily Pass。我们已经在贩卖机买好一日券了。然后我们刚刚有做功课，叔叔刚刚有算一些旅游平台啊，目前台币都要到1000多块，相当于欧元29块。因为现在汇率比较好，所以这边是25块。对，所以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。还是可以比较省钱，不一定在平台上面买是比较便宜。我们前往离岛的话，应该是要去第一码头。第一码头，第一那边啊。对，我们要坐到玻璃岛。是，你看前面都在排队，不过还好啦，因为它一般船可以塞很多人。而且是第一班，可是有可能我们会没有位置坐啦。那你说30分钟以内到？对呀。哇，真是超壮观的 ！Yo bro， 哇 ，What's up？ 在山地上，现在终于要经过射门了。外面的天空是淡蓝色的，只是可能有很多小偷的。只有我一个人有位置坐，我的船上没有人。我们现在坐3号公车，然后要去玻璃岛的路上，预计应该是30到40分钟就会到了。旁边私人的船区就比较高级的感觉。我们到了台南的孔庙老街吗？还是安平古道之类的？或者我第一眼看到好像是不是孔庙？下船到了，对，刚刚阿嘎说长得很像安平老街啦。没有，我收回那句话，我下船之后就觉得不像。这个岛呢，之前就是以生产玻璃而闻名，所以叫做玻璃岛。所以其实沿路上可以看到的店，几乎都是卖玻璃的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啦，但是要带回去应该有点困难。它这个小岛的氛围就跟威尼斯又不太一样，它就是没有那么多细细小小的巷子，我们现在就是直接走在河岸的旁边，然后你看就很可爱。前面就是一个网美必去的美拍桥之一。我们不会在这个岛待太久，因为这个岛其实就是散步然后逛逛。我们晚一点主要会去下一个岛，会比较漂亮。这个银色这个好厉害，鹦鹉漂亮。你看这里的建筑风格就跟本岛不太一样啊。这边都是偏红砖居多。对啊。我们去前面那个桥拍照。好。我们现在到了第一个桥的拍照景点，它叫做 Porto de Mozzo。在这个桥上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一路走过来玻璃岛两岸的风景，整个都是砖墙色的。我们现在在路边坐着看运河，对，很 chill 哎。终于有一天可以这么悠闲了，不是在赶行程之类走来走去。而且你不觉得这边的航道没有什么车在跑，
我刚刚还问里面的店员熊熊说，现在可以点卡布奇诺吗？他就说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一直爬文有听说，过了某一段时间就不能点卡布奇诺。但他们咖啡都是热的，没有冰的。对。虽然说这边看起来很安全，可是我们还是要养成随时保护好自己的东西的习惯。所以你看，我的脚是穿过我的背带的，所以如果等一下有一个人突然冲过来要把我包包抢走的话，除非我脚抬起来，不然就抢不走。我们第一杯意大利的卡布奇诺，我们赶在中午之前赶快点的卡布奇诺。对呀，试试喝喝看。什么叫不炸？好喝，是卡布奇诺。马上现在来吃吃看我点的甜点。我刚看到这个外形就觉得特别很酥的感觉。对啊，这外形不可能不好吃吧？哇，那个声音，那里面什么啊？榛果酱啊，这一定好吃的。哦，好脆哦。这个感觉比较像是那个炸意大利饼皮，刚刚那个比较好吃。玻璃岛的魅力不只在于琳琅满目的成品，还有师傅现场创作的魔法，依你的喜好打造专属的玻璃艺术。我们刚刚默默的看到有个门打开就进去，你看它的 logo 好可爱哦。这叫什么糖啊？圣伯多禄之蜜糖，它是一只和平鸽哎。教堂是玻璃岛上的重要宗教建筑，建于14世纪，拥有简朴的文艺复兴风格外观，内部则收藏了贝里尼等大师的艺术作品，是岛上少见能欣赏艺术和历史的静谧空间。而且里面啊，那堂里面屋顶是木头哎，对，然后后面是大理石，前面是木头底。啊，我们原本要走那个桥，在维修中啦，敲掉了，也不能走嘞，要敲掉了。那怎么去对岸？那我们不用过去啦，因为我们要去彩虹岛。阿嘎终于在玻璃岛刷了第一笔在欧洲的购物了，60欧的玻璃杯，好贵哦。而且老板还跟我们介绍他的玻璃是怎么做的，而且老板一直跟我们讲中文。他们还有献他们的玻璃作品给教宗，说这是一个大师的玻璃大师做的，真的很酷。现在要去下一个港口了，要装水吗？这个是一个表情很尴尬的人呢，还是狮子？我们现在要去彩虹岛，要去彩虹岛了，好多人哦。对呀，但这个也只要再坐30几分钟就好了。玻璃岛，拜拜，下次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我们现在就快要到小琉球了，小琉球很像那边是屏东啊，那边小琉球，我们就快要到彩虹岛嘞。对，彩虹岛第一件事我们就要先去找吃的，对，就是要吃披萨。就是这几天吃下来，我觉得披萨吃比较习惯，意大利面它的面条都有点偏硬，对我们来讲，就是觉得好像面心没有熟的那一种，对，硬。可是我还蛮喜欢的啦，毕竟我喜欢吃有口感的东西。Budrano，我现在到彩虹岛了，我们现在先去吃披萨。哇，前面很漂亮了，漂亮哇，来到基隆了哎，第一次来基隆这边，高雄沙拉的，阿刚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叫彩虹岛吗？因为它很多颜色嘛，建筑物很多颜色，那你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多颜色吗？要让船去识别这个地方哦。哎，接近哎！以前的渔夫啊，他们去出海回来，然后他们想要快速认得自己家在哪，所以每一家就会漆成不同的颜色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很快的找到自己的家。对，就看到自己家庭。对。我们今天在岸边吃午餐，今天选的菜单。
哦，还可以，还不错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点到了一个不是披萨的披萨，好酷哦，好大哦，披萨脚哎，超酷的。然后酥酥的，看起来好脆哦，你看，叫维也纳，它是不到10块，对，9.5。这颜色都整个好意大利，好开心、不要点那个，那颜色好酷。我要来切开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了。哇，妈的，这种跟朝鲜蓟耶，好像笋丝哦，你看，笋丝。也是腌的，也是腌的，没有甜。它那个颜色好像腌的。它蘑菇很好吃哎。这间意大利面是我在意大利这几天以来最好吃的一次。会不会是因为口味是你习惯的？我觉得口味是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面的味道啊，很入味，就是它每一条面都有那个蛤蜊的那个鲜甜的味道。对，这个真的很棒。叔叔好浪漫哦，我们还可以听现场演奏哎。我们现在要到彩虹岛最漂亮的一个出海口了。你看这个角落也很美耶。彩虹岛少了观光人潮，多了份从容自在。这里美到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成为网美们拍照打卡的景点。地什么颜色都有哎，你看，很漂亮耶。然后里面的阿嬷说，这些观光客好烦哦，我刚听得出来。阿嬷很安详耶。我们现在在观光大道上。ice cream， 你这觉得好吃吗？有，我觉得每样柠檬不一样，这个有柠檬皮耶。它里面有柠檬皮也可以咬到。好吃哦。叔叔你的吉拉多为什么在？那么大一球哎，大一球。你怎么吃的？再去买一颗。叔叔，我们现在到这里的广场了。你刚冰淇淋掉地上哎。对啊，还有这个，剩下这个冰淇淋残渣。我上次来威尼斯的时候就买了这个3块钱，他说看起来很好吃，它是超级爆炸甜的蛋白霜。彩虹岛的行程就在这座悠闲的小广场散步中画下句点。担心越晚人潮越多，我们决定早点搭船回本岛。没想到回程路上还是发生了一段差点搭错船的小插曲。我们今天的跳岛之旅就到这边了，叔叔还满意吗？还满意的，蛮满意的。其实人都不多，就可以很悠闲，然后逛这些小岛，然后欣赏他们很有特色的一些彩绘，无论是玻璃或者是这种彩色渔村，都很漂亮。而且我们刚囫囵吞枣的就跳上了一个我们还不确定目的地的船，对，而且还是跟他举手说我们要搭这个船，然后上船以后才查他会到哪，刚刚好刺激哦，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明确的说我们是要去威尼斯，我们说我们要去圣马可广场，然后那个船长就说我们没有去到圣马可哦，然后我们就赶快下船，可是越想越不对，刚才讲说我们只是要去威尼斯的，他说 OK 这里没有到威尼斯，但是没有到圣马可，我们没有到圣马可，我们就要到威尼斯啊，所以以后我们要给他一个大目标，就好。我们现在的任务要省钱大挑战，要去威尼斯的超市买我们今天的晚餐。我们居然在威尼斯遇到下雨了，突然的一场雨，然后又变小了，一大颗小颗，现在又变大啦。这场雨来得又急又猛，忽大忽小的让人措手不及。上一秒还是倾盆大雨，下一秒阳光又似乎想露脸，再过不久又是一阵狂风暴雨。即使在雨中，威尼斯依然别具风情。我们现在落汤鸡在寻找我们的晚餐，还有熟食区不是吗？我没有看到熟食区真的。那去找才买 protein 的地方。好，今天晚上是蔡大厨帮我们下菜，经典名菜就是维力炸酱面，维力炸酱面，还有一些食材了，这边有蛋菜、冷冻马铃薯，然后还有香肠，然后还有面包。你今天要煮什么？维力炸酱面啊！所以你是负责煮，你是负责煮面的哦。
在威尼斯的晚餐完成了，蛋菜、白酒蛋菜配面包，鸡蛋茄瓜、佐洋芋，意大利产的伊比利猪肉制成的香肠，蘑菇，火车站买的甜点，跟来自顶级台湾产高级小麦粉制成的维力意大利面，还蛮好吃的。肉感肉对，它是瘦肉比较多一点。然后今天在超市看到这个红酒超水的，它才2.3欧不到100块，然后可以颜色看起来很 OK 哦。可以耶，不会苦，还可以，可以耶。这个价位来讲是很好。对，不错。这样子啊，才4块。如果你去餐厅吃，应该是14块以上。好好吃哦，它好鲜甜哦。好，有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拜拜。明天我们就要搭车回到本岛，前往时尚之都米兰。这也意味着这将是我们此行在意大利停留的最后一座城市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加入频道会员或是超级留言来支持我们哦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！